这种瓷的这种小盒，对，上面有俩绳，然后可以开盖的这些叫什么火莲盒什么的，特别特别多。对，它是这样的，它这种东西。当时进贡的时候就是一盒一盒10个，一盒10个，然后人家也懂啊，把好的就先挑走了。他当时从北京运出去，它是有编号顺序的，重要的先运。所以当时这个东西的级别很高。你比如说晚清的就很少台北故宫，很少，因为它是后运，后运就还没运走。如果你让它一直运，它也能够运走，也能运走。对，切一下画面。所以这些小东西挺有意思的，我也挺喜欢的。对啊，所以就是台北故宫其实有一批，南京博物院有一批这种非常好的。反而你看，其实北京没有。比如代沟北京没有。代沟北京没有。对，其实很多小东西都没有。然后我就是之前也是听故宫的一个专家聊故事嘛，就是他们说。我最近做一个你聊，就是他们最开始故宫分家，然后呢，器物不在这边，然后他们可能研究不在这边，然后呢，他们那边就是晚清的瓷器会比较多，然后耿老师的骑自行车俩筐，然后这边放全都是光绪的东西，这边放全都是，然后骑自行车噔噔噔噔噔骑到那边去研究，然后他们柳上月中翠啊，柳随落尘寰，相逢非偶伤，永无死生快，乐天宫重琴。身先开返寻，擅唱奉贡酒3杯。它是一个库房，有4万件东西非常雅的一件小案缸。然后它和平常的案缸还不太一样，它的形制是比较高的这种，而且高装的这种。老师写的文章也都是一道非常雅，非常讨人喜欢。它也是整体高也就是12.5厘米左右。如果到时参加我们展览，肯定能碰到它。是吗？对。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底。好，徐老师。这挺好的，这是一个罗汉。对，这个虽然画的简单，但是我觉得挺有味道的，好像是一个和尚晚上还在加班念经一样。今天的经没念完，加个班，所以它其实有月亮在那儿。您说这种器型，我们现在市场上都喜欢叫它小案缸或者小卷缸啊，都是放在文房里边为主。其实当时算是一个建水佛教的一个器物吗？不一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用这些东西。您觉得这个东西最好怎么用？我现在拿来擦笔，当笔筒用啊？对，涮笔。就是您放在桌上，你会这种文房放在桌上，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作用。对，因为这个它为什么叫卷缸呢？它是放那个小纸卷，就这样一搓，然后放在里面。小的纸卷，因为以前写东西，比如提一个签啊什么的，它就插在里面。对。那为什么这个佛教题材的，就是一个东西会有这种诗文在上面，而且它内容是不相关的？柳上月中，这个还是跟消费者有关，我觉得。对，它是个非常文人气的一首诗。对，这就是简单的讲，就大家都知道，又有画又有字的好啊，但是能对上的更好。对。还是跟消费者有关，因为毕竟这个还算是比较细，对吧？不算特别细，对，而且它不是特别讲究。对，就是所以它画跟文不是特别的对。他花那个功夫，他设计费就高了。因为毕竟不是很细路，但这个器型很好。这个就像那种大水缸，特别大的水缸，它就是很高很高嘛。这个在市场里边就算是把手可玩哈。对，这种比较好玩，挺好玩的。这种大缸就我们以前用就把它埋在一半在地下。然后在里面养鱼或者。我跟你说，这个特别适合拍卖公司的人来买。为什么？来熬夜查资料。熬夜查资料。上边有月亮吗？熬夜查资料。对，这个特别适合拍卖公司的人来买。其实小东西就是好玩。对，其实和婷姐合作还是蛮有意思的。哎呀天哪！来，我给你换个位置。我争取就是这次感慨一下。争取这次输出完了之后，把贵公司所有人的微信都拉黑，让我8天出6篇文章，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是怎么想的？下一篇。没有，我跟您说，他们一开始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这棵树干啊，我们有奚老师的一篇文章，我说奚老师也写。奚老师有这篇文章，直接现成的用过来就行了。但是剩下的6篇是要现写。对。因为当时也想了好几个人嘛，就现写一篇主文章还说实话不容易。思路啊什么的。就是对一个整个的一个。后来急了说有没有现成的？他们说我就有现成的，那我就拿出来吧。
因为我们也做过过渡期的展嘛。对，我们相当于是食人牙会。那现在有新的解读了。我当时对啊，我当时就应该这样说，谢老师，我这边6篇文章，您帮我解决4篇。我当时还不在，我回来了1天我就走了。对，还不在北京。去上海去了。对，我们就去上海了。哦，你是跟薛老师一起去上海，是不是薛老师给你找到的那个故事？不是，是我安排一个人就搞定了。还是以红包为结果是吗？下一个讲哪个题材？咱们换下一件。动物吗？还是什么？还有一件神仙故事是不是？还有一个神仙故事。不是，他是换了什么？换了啊，瑞兽的。瑞兽的。瑞兽的比较。叫羽翔灵潜。这个名都是瞎起的，非常好。瞎起的，就是我觉得羽翔嘛有鸟，林潜有鱼，然后有龙，就算是把我们整个古代的这个纹饰比较主要的都囊括在其中了。有鸟，有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算是吧。给这个观众看一下我们的近景图啊，近景图。这件挑它是因为它是一个釉里红，也算是对一个特殊的装饰，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名品吧，著名的一个品种，追霸瓶啊，追霸瓶，一个青花釉里红的一个三兽的一个瑞兽图的一个追霸瓶，油锤瓶，油锤，它这种葫芦叫油锤葫芦，就有这种葫芦，就一个肚子然后吊得很长的，对，这叫油锤葫芦。我们这一件呢就比较特殊，它是青花釉里红为身，然后就是说釉里红为身，然后青花做点眼，器型应该也算青花做了一个点眼，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镜头，就是它的眼睛是青花做的。你说它能干啥？它就是这种事情就全是微小成熟，而且它青花发色的非常稳定，这些东西都是康熙晚期，有一些是不会用青花点眼，有一些用青花就烧飞了，因为它只有一个点。你比如说这一件呢就比较乌金釉比较完美一点，狼腰红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五彩的都在海外市场，其实国内很少。他们会不会就在那边去当一种油灯，或者是当什么？它很奇怪，它有时候典型的一个二层台。我觉得那些加盖子全都是后期加。对，就是他老外加个金属盖子嘛。对。因为老外什么都得加盖子。然后他就放在那儿。加个盖子。对。这种东西还有霁蓝的。霁蓝的、乌金釉的、对，都有的，很多。然后。但是这个釉里红。其实很多这种东西釉里红会发的特别的污，就是纹饰几乎看不得很清楚的这种。对，和它的炉分还是有关系。对，这件还是因为釉里红它的成色很正常发色的温度就几度，就这几度范围内是颜色最好的，高了或者低了它都不行，就是把控很难。这个就是略低一点点，略低一点，再高一点点就红，再高就没灰了，就没了，再高就变透明了，就这样了，对，就这样了，对。这个还有这个。很难，对，而且这个尺寸也有很多，对，这种是算是大号的，然后中号的最大的40几公分，对，40几公分。瑞兽这种还算是康熙比较热门的一个器型，就是康熙的器型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其实刚才有很多康熙特有的器型，像这个也是，它一个圆肚子，按照正常的比如器型，我们做一个脖子，比如是这样。那就成天球瓶了，对，这就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那种天球瓶，但你看它这个大肚子，然后脖子特细，还很长，特细还特长，就是我形容康熙的器型，就是它不是求一个平衡，它是追求能够视觉接受的极限。康熙的器型，就你再长就不行，就不好看了，但是能短它绝对不短。就是追求一个极限，对，它一定是极限。比如说，还有一种扁肚子，扁一点，它那脖子就特粗，也是追求一个极限。你要再粗，那就跟肚子一样粗了。那个叫那个其实叫饽饽凳，那种器型，就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粗颈扁平，对，就是所以康熙的器型设计确实很厉害。到雍正以后，它就中规中矩了。雍正以后。像这种，要么一个就是胆平，它就斜下来了，要么如果比如它会过度的会平缓一点，对。所以雍正康熙的东西，它真的。所以雍正是在盘库嘛，对，雍正是在盘库，然后康熙我就是创新，然后我能想到的，我可以给它做到极限。是。雍正是在海纳百商基础上创新，对，所以他守城嘛，他不开拓嘛，这件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这个是个圈，哎，这个底你要讲啊，你看底讲过了，讲过了。
最典型的就是每一个东西有它特殊的地方。对，它这就是平底的。平底的，那还有什么？还有是这只，哎，咱们再换一只，很明显，外销位还是比较多。讲讲龙，其实我们因为一直在国外买就知道了，你像凤尾竹基本都是回流的。是的，像那种写那种款的其实很少。对，就是因为它产品化以后，人家定制的时候也选了，也就选了。但是大多数那种刀马人都是回流。都是对。这个好，这个颜色很好。对。这个听说老陈有一个特别的解读，来，解读就是昨天我一个朋友就是对他做了一个特别的解读，然后诙谐幽默的生动形象的讲到了这个画片，就是它是一个鲤鱼跃龙门啊，它是有2条鱼，最后这条鱼是刚准备跃，然后这个是准备跃已经看到这个仙山了。为什么叫鲤鱼跃龙门呢？就是它表现的这一块就是山的这个一鱼一角，就代表就是仙境。然后呢，主体画片的这条龙，这条4爪龙是已经成功的越过了龙门，然后变成了真龙啊。然后看它的表情，就是这只龙的这个表情特别的得意啊，特别的得意。所以说啊，我很开心。书上没有。对，我很开心，我变成了龙了啊！我已经成功了。看你们小样跳不过来。哎，是这样的。这一件呢，其实，器型也是比较特殊的，器型也非常少见。这个就还是冠。对，你说它冠也行，波也行。我觉得缺个腕。也有可能有盖，也有可能。反正质量什么都挺好的。而且就是发型特好。就是我们看雍正跟康熙时期的龙纹，其实它全都是半遮半掩的。要不然都是隐藏在云里面，然后出来一个尾巴，出来一个角，要不然就隐藏在海水里。尤其是在顺治、康熙的龙纹里面，对，体现的特别明显。然后它不像是之后，它整个的龙是在云之上，对，它是在云里面。对，而且有云就是龙这一块，其实有很多要讲的，就是比如说从宣德时期、永乐时期，就是演变过来的那种龙，就是它有点像应龙啊，或者是那种海兽，其实它还是偏海兽，就是当时。就是人们去出海捕鱼啊，它需要有一个精神寄托，所以说当时画出来这些龙呢，可能就是鱼的尾巴，是半龙的这种状态，然后再到慢慢演变成有2爪的这种螭龙啊，包括4爪，其实4爪在就是官袍上其实应该是蟒，蟒4爪是蟒，4爪应该是蟒，对，但是民谣它不一定有那个意思。对，关于龙，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来。属龙是吧？不是。说到这儿了，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有一个画片也是提醒我，就是赵子龙那个就脱身救孤的那个故事啊，他一般会头上一条真龙，但是我朋友跟我说，你看这条龙呢，它爪子是几个爪一般是8爪金龙一般是8爪金龙。如果不是8爪金龙呢，就不对还有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看东西本身嘛。但是这个故事还是学到了，就是赵子龙是8爪金龙的这个转世所以他说头上才是8爪金龙。那这个算不8爪金龙？这个不算。你也不知道它后面有没有。这个还是4爪，它是一个爪，一个手上8个爪。是这样，还有这样的。对，是这样的。长见识了，待会儿可以看看那个。对，我是有一个确实有一个画片挺有意思的。这次就有吗？没有。这次不是有一个赵子龙救主的一个？对，救主，但不是这一件，不是这一件，是朋友自己的一个私藏那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画2条鱼，他肯定画了1条，发现还有空，然后又画一条。但是那个时候的龙一般都是单数出现。龙其实也不一定，你比如说刚才讲的2个龙捧一个那个。我说就是比如说顺治康熙时期的龙也不一定，对吧？不一定，这种他也会画好几条。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缸嘛，好像就是9龙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全是单数有可能，因为当时算是统计了一下嘛，就是这个时期的龙纹一般都是以单数为主，但是如果出现9龙的话，那就级别非常高，9龙级别非常高。然后你说它几爪，可能当时画是跟工匠
还是比较随意。其实这个就是它在墨谱上是有这种图案的。其实前一段时间那个唐寅学社做那个展，不是有一个五彩的吗？五彩的我们这种叫披头龙。它就是版画墨谱里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它是一个利龙。它就是很明显就是爪子就是四爪，然后爪子特别长。像这个，你看这个跟别的不一样。就感觉这个指甲一下能掐死人的那种。对，这就是也是非常有时代特点的。时代特点的，对。到顺治以后，它也是这种，它的披发的这种也往前飘，但是没这么大了。然后它的眼睛会往一边去，就那种就那样了，是吗？就那样了，就尖滑的龙了，是吗？对。所以这个还是很典型的，对，是的。那么瑞兽这一块这个板块就结束了。还有一个板块，山水吧。结束了，下一件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山水就要跟山水画靠了。对，山水是最高级的，我们认为但是最不好写的。对，但最不好写的，高级嘛，非常不好写。好，我们这一件呢，就是属于山水里面比较有特点的一件啊，米点村的。先让婷婷综述一下啊，综述一下山水，对，就是其实我们看瓷器上的山水也是从书画画上的山水开始，就是山水画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唐朝的时候才细分出来了青绿山水跟水墨山水，所以呢，就是版画上面的山水题材呢，也是根据当时最著名的山水，然后踏下来的。对，版画上面，然后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在瓷器上的山水画也是长沙窑啊，所以长沙窑值得研究研究。对，长沙窑非常值得研究研究。彩绘诗文都有很多突破性的东西。彩绘诗文包括它的一些，而且长沙窑说80几年的时候出土过一个残器，上面画的是一个外国人，还能画一对情侣，特别好玩。我觉得长沙窑真的是值得。还有釉里红。对，可以值得研究研究。好，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器型啊，这个器型其实是秦炉吧，算是秦炉，算是秦炉。然后，主体画片呢是以青花绘制的这种山水的一个题材，然后呢，就是它的画法和平常的这种普通的山水是不太一样的，而米氏山水的一种风格。对，米点村米点村，这个还是由席老师来讲一下。你讲吧。米氏山水，来吧。还是你比较这个了解一下。米点村呢，因为山水其实在古代绘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嘛。然后中国人画山水呢，他往往是画的心目中的山水，所以他会有一些画山水的技法。会有一些技法，而且山水画里边好像技法特别多。对，比如说宋代有很多画那种那个斧劈村，有对吧？画的那种，一看就是北派那种山水很凌厉的那种，山石很凌厉锋利的那种。那米点村呢是米芾创造的一种村法，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能够开宗立派的画师，他一定要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对，一定是有一些所以能记住。米芾他画的是江南烟雨中间的那种烟雨。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是文人画家，他的技法不怎么行，他就用点就把这个山给画了。对，所以这就叫就是他就是有几幅作品嘛。其实我以前经常开车从我们常州去杭州嘛，他就路过条溪那边，下完雨以后那山就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它适合画在瓷器上。特别对，就是瓷器上这种，因为它本身这种青花的浓淡晕染，你看这一块，它就特别能表现这个效果。对，我一般开车我都带着相机就出差。有一次我刚好没带相机，就下过雨之后，就是这样，那个云气刚散掉，下面看不见，看见上面，是一个米点村，确实人家是高度的艺术概括，是这样的。就是说，虽然这个就您说的其实非常对，就是它的青花的色阶晕散，它画在这上面，用米点村其实是比表现线条更好。对。但实际上，真正米氏山水的这种传世的器物并不多的。对，我们知道的比较著名的是前几年卖的，原来也是
铁路基金会的吧？铁路基金会的那个棒槌瓶卖了500-600万，那个是最著名的。那个也是最体现的最明显的一个，对。然后是去年嘉德卖了一个，原来雄起一力的一支，但那2支都是一看就是康熙中期的，但这个基本上就能到崇祯，能更早一点。对，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已经知道的比较早的这种闽式山水的一个入瓷器的一件文房器。对，其实我也非常关注这种，因为研究任何东西嘛，它的起点在哪里很重要。我现在也在找这种更早的，我觉得可能再早能找到天启里面去，能找，但是它就没有那么画，没有那么，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典型？没有那么典型，对，开始出现这种，包括它的叶子，它也是这种点这样上去的。它这个就是画了一个，就是江南那种低矮地区的那种坡地，然后房子啊，然后你看这个。山也不高，里面是村庄，这边还有一个桥，雾蒙蒙的这种感觉，对吧？就是江南烟雨那种味道。您看，就是您南方人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北方人就是这种山水啊，知道吗？就是大刀阔斧，咔咔咔，全是大石头，然后上边。就是枝枝芽芽的有几棵枯树，就是那种陈老莲的这种非常硬条纹的这种树，就是它叶子全掉光了，然后每一个枝干都跟爪子一样。对，这是我们北方人看到的山水。我在北方生活有20多年，是吗？我在山东当兵就20年，真的。对，胶东地区的山也非常厉害，胶东就是那种非常密的那种披麻村。尤其有的山，它山体裂开以后，全是这样一片的那种，对吧？对，就确实是觉得这个，尤其是宋代的画，它都不是瞎画的，不是瞎画的，它的山水的皴法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山的一个特征。所以就是山水画对于我们。其他艺术形式的体现还是很不一样的。对，跟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神兽也好，画一个人物也好，可能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对。但是山水画，如果你要真的体现出那个意境来说的话，太不一样了。所以叫搜尽奇峰打草稿。打草稿，只是打个草稿。他要去写生嘛。对。因为你山体的布局，你有的时候想你就想那么多种。但你去自然界看这个山，它长出来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想的怎么样都不自然，它长出来怎么样都自然的。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包括宋代的或者是元代的山水画，它是有一种立体感的。对，它是有近景、远景立体感的。其实这个体现在明末清初的这种青花的山水题材的瓷器上，也是有这种立体感。它会有一条河，然后隔开，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对，它一般讲近景、中景、远景。对，景深关系。对，景深关系。景深关系。它通过一个桥来搭一下，表现了这是前，这是后。其实这个可能这个就从这儿开始看啊，前面的一个山下面有2个房子。好，通过这过了桥到对岸去了，那就远一点了。但是远呢，它也不一直远，因为一直远，你这画片就没法看了。它远着远，它又进过来了，进过来以后，要通过这个树山石，对，又隔到后面就又有一个，所以它远近的，所以仔细看看还是蛮巧妙的。对，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雍正的斗彩。比如说，它以山石为底，它也是按照这样的层次下来的。对，就这个其实以前画它有口诀，都有口诀的。对，比如什么三分近7分远什么的。您说这种东西，其实在紫砂题材好像也有这样的山水画的。那个泥绘的，对，现在那可什么杨继初，对杨继初这种紫砂题材的笔筒也是很，也是这种口诀式的这种画法。它那个。就感觉艺术冲击感更强，艺术冲击感更强，凸起来的，它是完全堆砌出来的。这个那个东西这2年价钱很高，是吗？对，我记得我们还出过一支，是吧？还出过一支。就是那个，如果要是它堆砌的好的话，特别细，上面那个小树杈特别细，那个说实话挺难做的。其实那个都是可以跟瓷器上的笔筒去做一个相互的对应，对吧？都是同一题材的笔筒也挺多的。对，算是同一画片不同题材的一个作品的展现。还挺好玩的。你下次可以写一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以后可以出一个这样的展览，然后这个画什么样，然后紫砂上什么样，竹雕上什么样，木刻上什么样，然后瓷器上什么样，其实就是挺好玩的。这个要玩得很骚气才能这么玩。就知道您来了。
感谢我们山西堂541这位藏友啊，山水倒影阁。对，山水倒影阁，对，是的，是这样。还有什么山水的？还有一件吗？还有一件。还没有拿上来。这一件吗？对，有一只撒兰。对，这一件因为它是一个特殊品种，我们也看一下。对。好，撒兰描金这看不清楚，但是实际上，对它这个彩保存还挺好的。咱们再切一下这个画片，看看能不能。哎呦，这个彩是保存的，算是很好的了。对，它只是这个凸起地方磨损了。然后它这两个耳朵还是个素态的，对。这个都像青绿山水。对。那种感觉。对。它会把水描绘的比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米氏山水要更细一点。对，它有非常宽阔的水面。对，它有水流感会更强一点。其实，哎呦，这个真的看不清，可惜了。其实画的非常好。对，其实可以切一下近景，看一下这边这个水的这个表现。这边也挺好的。这个非常好。对。对，还是可以看清的。可以看清吗？对。撒兰描金在康熙晚期也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品种。撒兰描金。对。发源很早了吧？宣德。其实康熙的撒兰跟宣德撒兰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它基本上就是康熙时候的创新品种，可能是跟那个吹青花的那个工艺有关系。跟晚明的这个吹青花工艺可能是延续的。吹青花就是日本人喜欢那种，日本人画个兔子，后面就是吹的青花点。对，就那样的，就跟渲染一下似的，吹个青花点。讲，来吧。这个就还是徐老师来讲。你还挺会安排的。因为山水这块太。你不是准备好了吗？山水这个。对，这个主要是看一个品种嘛。首先这个还是品种会比较重要。对，就是把它耳朵去掉，它相当于也是一个脖子比较小的凤尾尊。对。然后再加上两个耳朵，这个器型非常少见。这有点像那个。算是新创的吗？当时。也不是，这种其实明代有很多，比如说万历那个画那个闲花耳的那种瓶。对，闲花耳的瓶。它就是细脖子的那种。对。但是。这种其实就是带耳朵的这种细颈的这种长瓶，在康熙里面也挺多见的，也有很小的，有小一点的，可能也有活环，我估计。对，应该是。可能也有活环，因为活环是分开烧的。对。在哪里拍卖的话，其实还是问一下我们的客服啊，下方会回复一下。对，它的底其实跟那个凤尾尊的做法是一样的。您说像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台阶底啊，或者什么二层台二层台的台阶底，其实当时也是一种工艺的进步，它是怕釉流下去，对吧？它是一个止流口。对，它是怕釉流下去，然后算是一个过渡的一个办法，然后做成一个二阶台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每一个时代它有一些特殊的做法，可能它这段时间觉得挺好使的。后面它又不怎么干了，因为可能后面釉提升了，它的釉水提升，它不容易流淌。所以到光绪，它就刻意要仿这个二层台嘛，它就要仿康熙的东西。仿康熙的东西，它不也是为了再卖给老外吗？是这样。对。其实还是以消费者为主。对的。山水也讲完了。那是不是就讲完了？山水对，基本上就讲完了。其实我们这本书做的还有一件比较特殊的还有一件特殊的，我们看。对，还有一件特殊的。那就算了。那这就算了啊，我们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对。感谢我们的藏友，直播间的藏友。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